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的是东南亚的诈骗这个后续啊。泰缅边境城镇妙瓦底南部的 KK 园区曾经一度声名大噪哈，因为这个诈骗实在太猖獗、太严重了。过去5年来呢，一直都是网络诈骗、洗钱还有人口贩卖的代名词。不过，缅甸之光报最新报道说呢，缅甸军方已经突击而且扫荡了 KK 园区，总共逮捕了2198人呐、另外还有超过600人从这个 KK 园区呢不惜涉水要越境逃离，进到泰国去。SpaceX 星链这个业务营运副总裁也表示说呢 ，SpaceX 呢主动在缅甸诈骗中心附近封锁了超过2500组的星链装置，就是要断绝这个园区的通讯。好，那当然大家想说，为什么这次是下定决心来围剿啊？之前因为这都感觉这个效果不彰啊。邱老师，您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单独看这次的 KK 园区，其实在整个中南半岛还有很多国家跟国家交界的边界，就像上次泰国跟柬埔寨，或者是其他不同地区，你只要是政府的公权力比较没有办法进入的地方，其实现在几乎都会有这种诈骗集团，而且三不管地带。对，而且现在还不仅仅只是在中南半岛，它其实也慢慢在有一些往中东，有一些往别的地方。那过往我们当然知道在中南半岛这边都是以背后都是华人主持为多，但是慢慢现在也有欧洲的、印度的，甚至在东欧也有开始越来越多诈骗集团。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单独这个诈骗集团问题，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区域性或跨国性的。而电信诈骗，它牵涉到的金额都非常庞大。那很多国家其实内部都深受这样子的困扰。但是因为它现在都不是单独一个国家，比如说像我们以前最早台湾的电信诈骗，机房就在台湾，车手在台湾，然后骗人的办公室也在台湾，所以你很容易被一锅端。那现在这些诈骗集团很聪明，他们现在就是机房设在某一个国家，那营业中心是一个国家，水房洗钱的又另外一个国家，不同的区域，狡兔几百窟啊！对，所以现在诈骗，现在要清剿这种跨国性诈骗集团，已经不是单一一个国家可以做。所以我们这次可以看，这次的 KK 园区的清剿计划，其实牵涉到很多不同的国家，再加上未来还有其他不同的国家。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现在全球的诈骗集团，在它已经变成是一个产业链，在不同的国家，那通常都会涉及4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他们需要通讯设备，需要网络，所以这次才会有他们透过 SpaceX 对把它断了。再来是它一定会牵涉到资金的流动，而这些资金的流动通常牵涉的都不是合法的金额，那它也很容易造成某些国家里面的金融犯罪的问题。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很多被诈骗的人已经牵涉到不同的国家，所以实际上你整个调查、清剿或者是法律的行动，已经是要跨国合作，已经不单一一个国家可以执行这些事情。对，最后一个是法律面，法律面就是这已经牵涉到，因为不同的国家针对诈骗集团，刑度不同。侦查调查的方式不同，处理的方式不同，所以有些诈骗集团就好运，我被台湾就是遣返回台湾，那你可能缴一定的保释金，这些诈骗集团隔天他又恢复自由，但你可能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他可能就是要一直被羁押，一直到最后审判出来，甚至在中国大陆还判死刑啊！对，所以看到那个明氏家族，对不对？所以这个未来会变成是一个区域要讨论的问题，而不仅仅只是因为这次清剿这个的问题，因为诈骗集团的问题现在已经蔓延到是盘根错节，对，已经蔓延到横跨很多不同的国家，非常的复杂哈。那当然，这次这个联合扫荡啊，确实有奏效哈。缅甸军政府发言人他们也指控呢，他说跟军方曾经对立的这个克伦民族联盟的高层啊，就涉入这个 KK 园区的诈骗项目。但是呢，有一份联合国报告却显露出呢，KK 园区背后真正的老板是一个绰号叫做崩牙驹的澳门
还是江湖中的人物啊，叫尹国居。还有呢，香港三合会组织14K 也涉案其中啊。整个诈骗帝国不只是这个 KK 园区，还包括柬埔寨的西港啦，还有远到南太平洋东帝汶都有哈。这边有个数据提供给大家，这是由Global Anti-Scam Alliance 啊，他们针对亚洲地区的报告指出。你知道吗？在亚洲啊，光是亚洲这个过去12个月诈骗所造成的估计总损失美金达到688亿。那针对东南亚6个国家，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哈，这个损失的金额是美金236亿啊！真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金额都是非常大。所以我们要问的是说，暴力当头，诈骗集团灭不尽啊，但是没有办法治本。陆老师觉得，起码治标的方法会是什么呢？的确是非常难，因为这个诈骗园区能够做到这么大，它有一些时空的背景因素。因为它是在一个政治法律的一个真空的一个地带。你刚刚讲三不管，因为缅甸的军政府没有办法完全掌握整个缅甸境内的这个治安，哦，这是它的空，所以造成边防军的这个司令，哦，跟中国有香港有澳门的这个黑帮，还有甚至有福建帮的人来做这个园区的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还有缅甸里面的这个势力，克伦民族的这个解放军，哦，还有所谓你刚刚讲的有什么4大家族，哦，还被什么野虎3兄弟把它歼灭，所以这个还有幕后金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一个政治真空的一个情况之下，才会产生有所谓纳瓦底的这个 KK 园区啊，会造成那达到。它那土地营运成本也很低，不需要花什么钱，但是呢，报酬又特别高。如果你一旦找到一个标的，它的报酬可以养活一整区的人，所以这个是，而且加上现在年轻人他们的待遇不好，所以很容易就被吸引，就被诈骗。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之下，那再加上刚刚讲的跨境的网络区域，然后跨境的洗钱这样一个结合起来才产生。所以你说如果要治标的话，就只有法律能够完全落实到那里所有地区的一个管理的话，就可以暂时的把那个地区的诈骗集团的人揪出来，绳之以法。但是各国刚刚邱老师讲，各国对于这个诈骗人的处罚又不一样。那跨境的就是叫什么？不同国家来处理这个司法呢，又这个遣返呢又不一样。像我们如果缅甸，我们没有办法跟缅甸联系啊，我们也跟他也没有邦交。我们要把它移送回来也很困难，就是跨国的司法合作了。司法合作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才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如果说治标，就是把当地如果全部清理干净。那当然，缅甸政府军他现在最近做，可能是为了12月底他们也有一个选举，所以他暂时要压制，而且整个这个声浪这么大，大家说对诈骗园区真的深恶痛绝啊，造成多少人损失啊？那这样把它一举的把它歼灭掉。这的确是最近以来唯一的好消息。刚刚有一个重点就是呢，这个扫得这么的激烈，就是因为呢要选了啊，所以呢赶快啊，因为这跟自己的政权是有关系的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缅甸军政府来说也没有那么复杂。今天中国来说，你要处理我们中国有太多受害者，那他们就会去抓针对中国受害者的一些嫌犯。那明天南韩打过来说，我们南韩人是受害者，可不可以抓一些针对南韩的嫌犯，就去抓了？菲律宾打过来的时候就抓菲律宾等等了，那就一直在用自己的国人自己抓。对，所以忙着抓针对南韩的嫌犯的时候，那其他人还继续针对中国，继续诈骗了。就这样，就继续我们刚刚讲说做下去，没有办法治本，但起码治标哈。刚刚邱老师也点到了，就是断讯，我让你这个卫星通讯你没有办法连接，或许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之一哈。这 SpaceX 这次会主动封锁相关的电讯设备，就是因为呢，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在7月份其实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对于 SpaceX 的调查哈，要求说明星链如何流入缅北诈骗的园区，甚至呢计划要传唤执行长马斯克出庭啊。那你可以想见，如果国会不出手的话，这星链照样用嘛，对吧？好，那所以呢，美方呢其实也早就警告星链啊，就是应该要防止被东南亚的犯罪集团滥用哈。但是根据了解，目前还是有很多的大量设备
是被诈骗集团在使用的。好，那星链在7月到9月之间呢，成为缅甸最大的网络供应商，所以这次国会出手嘛，不然的话恐怕很难解决。问题是这些诈骗集团啊，他们当然很聪明啊，他们都会永远会快一步了，不管是缅甸、中国、美国等等相关政府，都会再慢一步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断掉，这些人还是会想个办法，他们真的非常聪明，对不对？而且动作很快，直接再想办法找发电机来。他还是会想个办法，对，所以一直是在玩这个游戏了。所以美国可以有这个动作，但是明天我相信这些诈骗集团还是会继续运作。利益太庞大了哈，其实你会发现最近。其实相关的这种社会问题也会出现在包括娱乐文化的。最近你看，像台湾不是有一出叫做《回魂记》嘛，哈，不是在帮台剧打广告哈，就是在《回魂记》哈，这个非常的耸动，他就是在告诉大家说，其实通常都是自己人骗自己人，然后呢骗去了以后都非常非常的惨了。那南韩也曾经有这样的戏剧，大陆也有这样的戏剧啊，都告诉大家。诈骗真的是太可恶了哈！那当然，这次这个在缅甸军政府扫荡 KK 园区的同时啊，军政府呢也重新在缅甸内战当中取得优势。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这次军政府转弱为强的关键，就是在他们的武器装备上。因为根据报道说呢，中国大陆提供了数千架无人机，而且也限制反抗军啊，就是三兄弟联盟取得无人机。大陆外长王毅更表示，中方是反对缅甸生乱生战，并且呢支持军政府在12月举行选举的计划。所以现在大家会想要了解的是，为什么现在又决定要重新支持这个缅甸军政府呢？苏老师，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哦，传统上俄罗斯就一直是这个军政府的一个伙伴国家，那现在连印度跟美国。都重新在军政府身上看到了合作的机会，所以军政府变成了一个主要强权的一个交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当然从大陆来讲呢，因为其实他一直很担心在缅甸的这个内战啊会继续延续下去，会波及到他的这个边境省份的这个安宁啊。那不管是毒品也好，或者犯罪也好，甚至是难民也好。这些对大陆来说，他不希望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他之前调停了三兄弟联盟跟这个缅甸军政府，但很显然，三兄弟联盟他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控制他的目前占领的地方，那所以最近就是三兄弟联盟其中的这个德昂民族军又被这个军政府打败了，就丢了这个果敢这个地方。那当然整体来说呢，缅甸其实很多它的这种地方民族军，但是呢，它没有一个就是说这些反抗军，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去统辖整合这些不同的这些民族解放军。那缅甸的这个反对党原来有一个叫做民族团结政府，但是显然民族团结政府呢，它在军队实力上呢，还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有效的整合者。所以这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会转向来这个重新跟军政府合作。我刚刚讲，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比方最近这个中国大陆邀请这个缅甸军政府的这个领袖敏昂莱到这个天津去参加上合组织会议，在这个时候他们见了莫迪。莫迪也展现对于这个敏昂莱的兴趣，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缅甸跟印度邻界的这些省份，印度也是不希望怕这些难民也好啦，或者犯罪也好，流入印度。更重要的是，印度现在跟美国要合作，要开发克钦的稀土，要从印度出口到美国去。克钦在缅甸的西北角，所以这当然谁最有可能去确保这个协议能够有效的执行呢？军政府。就是你如果选择这么多些军事单位里头，你可能发现军政府还是最可能的一个合作伙伴。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军政府好像重拾火力重新看起来又开始向四处攻击，这是因为国际对他的支持增加了，难得的机遇来了，在这个地缘利害关系当中，现在反而成了炙手可热，大家想要争相合作的对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